中共内斗当前进入白热化，太子党密集布局金融界，习派官员频繁落马，新加坡前第一夫人再发批袭文章。据彭博社4月22号报道，胡继光近日被摩根士丹利任命为中国区副主席，负责在华投资银行业务。他的姐姐胡芝志去年被任命为瑞信中国区总裁。胡继光姐弟俩的父亲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胡德平曾官至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早些时候，旅美时评人蔡胜坤在自媒体爆料，中共权力已经从习近平手上转到了3位1942年出生的人的手里，也就是胡锦涛、温家宝和胡德平，而军权则落到张又侠手中，而且说很快就会官宣。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日前转发批评习近平像黑帮老大文章后，何晶不但没有删文，反而在22号又转了一篇有关川普关税的文章，配图是习近平戴着口罩，落寞地孤坐在户外，照片是从上往下拍的，半明半暗的构图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旅美时评人唐晋元表示，何晶作为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一向与诸王派系关系密切，可能接触到高层信息。他选择在此敏感时期再度公开发声，且在舆论要求删帖的压力下仍不撤文，显示其背后或有中共高层默许，可能暗示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内部博弈中已经失势。昨天，中共中纪委同时宣布处理4名老虎，包括中共重庆市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陆克华、甘肃前副省长赵金云、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孝廉和中国建设银行前副行长张根生，4人均于去年下半年被查。其中对陆克华的通报中，除了常规的权钱色交易外，更首次出现了低级红、高级黑的罪名。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中共用低级红、高级黑这样的网络用语作为中共官员的罪名，说明黑习近平已经成了中共官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反习势力正在活动。22号，中共中纪委驻中组部纪检监察组前组长李刚被逮捕，消息罕见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位。此前，中组部部长李干杰被调离，李干杰是习近平清华帮的成员。这一系列的动作显示，可能是习近平危机的又一征兆。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中共的姿态似乎越来越强硬。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愿意达成关税协议，释出降温信号的可能，但中共仍做出一副奉陪到底的姿态。据第一财经网今天的报道，继之前2架波音737 MAX 被退货后，今天上午又有一架同类飞机从浙江舟山波音完工中心飞往波音西雅图基地。此前一天，中共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非正式会议，猛批美关税措施是霸凌。22号，中共还下令韩国厂家禁止出售含中国稀土的产品给美国军火商，否则可能面临制裁。然而，中共的强硬换来的是中国工商界的一片哀嚎，倒闭潮、停工潮、失业潮持续蔓延。对此，旅药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现在就是一个赌徒心理和流氓心理，就是说我能打持久的，我经济崩溃了，中国人可以吃草吃1年，我不怕。所以他现在只拿中国老百姓在跟美国赌。这个过程中，专制集权权力没有旁落，他该贪腐，他什么都不受影响，那苦的是老百姓。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最近频出惊人之语，不仅炮轰同行，还说海归中有间谍，掀舆论风暴。
4月22号，董明珠在股东大会上发言时说：小米汽车烧死人，你们看到的。但格力在北京大一路跑了10几年，从没有火灾事故，这就是实力，这就是技术。董还在大会上表示，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海归派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此言论正值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中共国际环境空前恶化之际，显示出格力在极力地规避政治风险。董明珠的言论引发中国网民的挞伐，有网友指责他说，死者成了他口中的工具，没有一点尊重。北京官媒《新京报》也发表评论，批评董的言论具有歧视性，试图缓解舆论压力。吕奥法学家袁宏斌认为，中共历来对海归不信任，尤其对自费留学生多加怀疑与监控。《新京报》的批评是欲盖弥彰。随着政治氛围的收紧，越来越多企业或将效仿格力，限制海外背景人才进入。唐晋元警告说，中共有可能重返闭关锁国的老路。各位朋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支持我们的成长。我们会为您持续带来及时的报道和深度的分析。动荡时期，我们陪您一起度过。希望世界理会综合报道。